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最新的214话。上一话讲到，光头通过逆转时空回到了饿狼害死全人类之前，简单粗暴的用碾压当前时空的战力一拳就干翻了饿狼。这一话，饿狼的怪人形态虽然还没有完全解除，但是他似乎已经没有神之力了他搞不懂为什么自己吃着火锅打着英雄，突然就飞过来一闷拳，自己就记了。而且那一拳的实力还远在光头之上这时一帮杂鱼英雄一看饿狼好像萎了，马上就跳出来准备捡漏。饿狼虽然没有言语什么，但是他那不屑的眼神中多少能够看出为什么他如此厌恶这些所谓的英雄了。那人家饿狼成神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那现在饿狼不行了，连背心军团这种货色都敢大声说话了你们也配叫英雄？那一个个的都是鸡哥是吧？我们说回光头这边他拿着另一个时空的杰洛斯核心向徒弟表达自己的疑惑。杰洛斯表示我插上接口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结果呢，这一插不要紧之前时空所发生的巨大信息量一瞬间全部都涌入了杰洛斯的脑海中。我只能说杰洛斯真乃神人也，那不仅身体能够抵抗饿狼的核辐射，还能违背因果逆转，在不同的时空里存留下来。此时一幅幅改写人类历史的画面在杰洛斯的脑海中不断的闪过，他惊讶的表情就好像是在说大妹不行了，老子要坏掉了啦。光头看杰洛斯年纪都搞得快失神了连忙把他叫醒，问是怎么回事。杰洛斯虽然还有些迷糊但是大概其也猜到了这是在未来发生的事情。接着他向光头确认之后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未来的记忆，然后杰洛斯就发表了自己的猜想。他认为光头和这颗核心都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接着杰洛斯又阐述了平行宇宙的概念，不过感觉作者还是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两个不同时空的光头会合为一体。这段呢实在太长了，建议大家自行去看原文翻译吧。而杰洛斯说了这么多主要想表达两个重要观点。一呢是无论哪个平行宇宙里饿狼的事件会演变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光头最后都一定会穿越回来拯救大家的。二呢就是基于观点一表现了奇遇老师伟大的英雄品格。我靠，你说了半天就是想拍光头的马屁是吧？结果由于杰洛斯讲的过于无聊光头也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杰洛斯讲完之后，光头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直接拍了拍杰洛斯说道你讲的这些都无所谓的了，只要杰洛斯你没事的话我就安心了。光头这么说呢只是想岔开话题没想到杰洛斯自己倒是疯狂歪了起来。原来老师是假装不记得穿越过来的事情，是为了不将拯救人类的功劳独揽也是为了其他英雄的面子在着想这是多么高尚而又优雅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师他确实是拯救了全世界而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我们两人而已这是我和老师共同的秘密这伴随着奇怪的打光杰洛斯的脸上居然浮现出了 Homo 特有的笑容。我建议你下次登场的时候直接换套女装机甲，那和光头原地结婚算了。说着杰洛斯一边想着要怎样为老师传播他的光辉事迹，一边又顶着个秃头赞扬了老师的英雄风范。光头呢则是一副完全状况外的表情师徒二人就这样在黎明前享受着温馨的跨服聊天。接下来镜头转到了鼻涕熊这边，捡回一条狗命的他似乎有什么人在一直呼唤他的名字，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鼻涕熊站起来。这一嗓子吓得鼻涕熊一个机灵什么情况？志玲姐姐在叫我结果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未来饿狼的虚影。看到自己唯一牵挂的对象得救了，饿狼也算是达成了心愿，慰藉的露出了笑容，然后就化作了尘埃。鼻涕熊刚想上去问个明白却发现眼前什么都没有。他听到远处传来的叫骂声，便摇摇晃晃的朝着那边走去。与此同时
饿狼正在遭受各种杂鱼英雄的疯狂殴打。此时的饿狼已经心灰意冷，虽然他搞不太懂自己为什么会遭到莫名其妙的一拳，但是他也接受了自己败北的现实啊！或许是饿狼感知到了未来也说不定啊！自己无论是在哪个平行宇宙，最终也是赢不了光头的事实。即便如此啊，饿狼也不会向这些丑陋的英雄低头。他嘲讽杂鱼们：“打人都没有力气，还说自己是英雄协会。”一旁的金属球棒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呵斥杂鱼们不要再行使这种无意义的私刑了。没想到几个杂鱼英雄居然爆出了逆天言论啊，说饿狼之前把我们打得这么惨，你现在还不准我们还手了是吧？假面甜心这时也出来给球棒施压，嘿，假面这种鸟人还有脸说话的？你自己什么身份你不知道的吗？你再过几集啊，也快射死了，我跟你说。这时光头也跳出来说反对他们打死饿狼，他岔开话题问啊，到底是谁打败了饿狼？结果当时速度太快啊，根本就没人看清，只能确定是一个裸男打败了饿狼。结果大家越聊越歪啊，最后演变成为了爆破没有穿衣服干翻了饿狼。一旁的杰洛斯表示老子真的要绷不住了，他提议啊，只有光头才有资格处置饿狼，但是光头明显不知道杰洛斯这么说的用意啊，他只觉得饿狼是趴在那里故意挨打的，那杂鱼的攻击根本就对他无效嘛。啊，真的是这样的吗？我看饿狼的头套都快要被打掉了耶！说话间啊，姜世兰打断了杂鱼们的暴行。他询问饿狼之前是不是受到了其他势力的加持才会变得如此强大，言下之意呢，就是想套一套神明的情报啊。但是心高气傲的饿狼怎么会承认自己接受了他人的帮助呢？他狂笑着嘶吼道：“嘿嘿，你在说你妈呢？老子能有今天的成就啊，这全都是靠我自己的实力啊！我就是怪人们最后的残党，英雄们的世界里啊，没有人载我的船。来吧，你们可以动手了，来杀了我呀！”眼看事态啊，再一次陷入了僵局。假面甜心已经等不及了，嘿，你还搁这儿犟嘴是吧？老子现在就成全了你！什么？就在假面即将手刃饿狼之时啊，他居然被一介小学生鼻涕熊锁住了腿。大家一看，哟，这不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吗？鼻涕熊绝望地控诉着在场的所有人：“你们明明身为英雄，做的事情却和流氓无异啊！这个救过我的大叔才是真正的英雄啊！”鼻涕熊恳求饿狼啊，赶快逃命去吧。这时一旁的 King 才明白过来，鼻涕熊之前一直心心念念的大叔，原来指的是饿狼啊！但是假面等人哪里听得进小鬼的发言，而杂鱼们也为这个事啊争吵了起来。就在情况越发的不可收拾的时候，你们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想要做什么呀？一个极具压迫感的巨大身影啊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我操，是 King 桑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帝王引擎最大功率吗？杂鱼们被 King 发怒的表情啊吓得是魂飞魄散，迅速的闪作了两排。假面本想抗议啊，但是被 King 死亡凝视之后，也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啊！看来 King 今天是要给饿狼主持公道了啊！身为师傅的邦古这时也发话了：“饿狼啊，你别以为这样自暴自弃就可以结束了哦！你对社会所造成的创伤啊，还需要你自己花费100倍的努力去弥补啊！”面对师傅提出的解决方案，饿狼无话可说。光头呢也出来安抚道：“哎呀，没问题的啦。饿狼他虽然身为绝对恶啊，但是他在助人为乐这方面可是擅长的很呢。想要改变世人对你的看法呀，以后还需要靠你自己的行动咯。”当然，按照常规剧情来讲，饿狼这个时候还是要嘴硬两句的。哦，你们要饶
我一命是吧？你们就不怕放虎归山吗？而光头呢，反倒是对二郎表达了谢意啊，因为之前打白金金子的时候，二郎算是变相的救了杰洛斯和 King 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愿意帮二郎出头的。二郎听完之后无奈的笑了。我真的太失败了，像我们这样互惠互助的行为，简直就像朋友一样嘛！光头，你还真是个让人不悦的家伙啊！撂下这句话，二郎便一瞬间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众人顿时乱作了一团，只有光头在呆呆地望向天空。即便杰诺斯质疑二郎有反水的可能，以光头的性格他也是对这种事情无所谓了吧。既然本次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战后修复的工作也要开始着手安排了呢。说着地下就钻出了一台巨型电钻，众英雄一看惊呼道：我擦嘞，这不是老六骑士金属骑士吗？说话间铺天盖地的机械军团便前来打扫战场了。以阴谋论的角度来讲未来世界线里地球人都死完了，那二郎也没了，这老六金属骑士该不会跑出来统治地球了吧？不过现在嘛，他似乎还知道做点人事不仅开始清理空中的放射性物质，还强制要求英雄们全员去他的实验室治疗受到的核污染。等一下，那强制性的那总觉得这个金属骑士真的有什么阴谋当然光头这边因为身强力壮肯定是不会去的了。他一脸失落的表情表示要先把杰洛斯抬回去修理，然后呢准备去废墟中赶个海，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用的废弃家具。这时我才突然想起来了，这场打得天昏地暗的大战那好像就是在光头所在的城市爆发的，真的是太惨了。伴随着重新升起的太阳我正式宣布一拳超人二郎篇完结。